三爷本不想杀你，谁让你是承恩侯夫人偷抱回来的呢？不是死了吗？怎么穿嫁衣坐在花轿里？你们是双胞胎，明珠走失刚找回来。二妹妹吃苦了，我的嫁妆分你一半。你不是赵觉，你是抱来的孤女，我要娶的是明珠。你父兄有了大造化，侯夫人怕报复，只能让你死。很痛，我真的活了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任人摆布。承恩侯十里红妆嫁沈大小姐，真是疼进心窝窝里了。沈二小姐嫁妆才1两成，疼我，不过是把我当沈明珠的替嫁棋子。小姐，该下轿了。这是赵姨的手，赵觉的状元堂兄。赵姨君子端方，16中举，17中状元。若非体弱多病，将来恐怕会拜相封侯。能嫁他这样风华绝代的人，是我的福气。这一世，我待他好，绝不让赵觉的如意算盘得逞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送入洞房。沈大小姐，怎么是你？二爷是文官，赵觉是武官，体型仪态皆不同。下轿时我便知不是他。你既然认出来了，为何要与我拜堂？我若在府外点破，平白让人看国公府的笑话，也损我与二妹妹的声誉。二爷，我们已经拜完堂，您要作何打算？我待会同三弟商议，你先用膳，其余事交给我。有劳二爷。去请老夫人、大老爷、二老爷还有三弟过来。是，二少爷。怡儿，今日是你与觉儿大喜之日，唤我们来可是出了事？二哥，宾客还在等着敬酒，出什么事非要现在处理？三弟，你送新娘入洞房，弟媳可有与你说过什么？二哥，我送完便出来宴客，还未揭盖头，能说什么？我揭了盖头，与我拜堂的是沈大小姐沈清潭。这怎么可能？那该怎么办？这也太荒唐了！沈大小姐下轿便认主，她未当场点破，是为了国公府的颜面。我文弱，三弟强健，体型肤色皆不同，但凡不蠢，都能分。三弟还未揭盖头，你与沈大小姐青梅竹马，现在换回来还来得及。这怎么能换？拜完堂送进洞房，换回来便是二嫁，贞烈女子岂能承受？他们是双生子，沈大小姐自小当作宗父栽培，怡儿是嫡长孙，二人更相配。承恩侯府门第严谨，怎会出上错轿的荒唐事？定是有人刻意为之。沈清潭一眼便认出，沈明珠却毫无察觉，分明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婚期定在同一天，姐妹穿一样的嫁衣，这是存的什么心思？二房，你们不要告诉我不知情，为一己之私丢尽国公府的脸。冤枉啊！这怎么可能是我们策划的？都是巧合。觉儿，事到如今，你打算如何做？觉儿，你打算如何做？孙儿听从檀儿的决定。虽然清潭上错了喜轿，但是她嫁对了郎君，今后她是咱们国公府的嫡长媳。怡儿，你受委屈了。不委屈，儿子倒是因祸得福。您将这件事告诉母亲，她是我心悦之人。二爷，二房顾念你们姐妹俩的名声，决定将错就错。你原来要嫁的不是我，我的身体病弱，寿命不长，你有其他的打算，可以告诉我，我会给你安排好。我之前与赵觉的婚事，不过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如今与二爷拜堂成亲，今后便是您的妻子，还是说，二爷不愿意？没有，你去洗漱安息吧。睡吧，我的身体不能行房，府里的长辈都知道。哦，是
清谈替我享受10几年的荣华富贵，赵姐原本就该是我的未婚夫。赵莹活不长，她嫁过去早晚守寡，哪能跟你比？沈清谈，你等着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大嫂，我看你脸色不好，是不是为了昨儿的事儿一宿没睡好？是没睡好，高兴啊！明明白白定好的亲事，离门却闹了这么一出。那自然是姻缘天定，总不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吧？哼，还好100多台嫁妆进了2房库房，也不算亏。按照规矩来，等你二哥二嫂先敬茶。孙儿知道了。怡儿向来守时，今日大家都到齐了，还没有过来，难道是昨日的事堂儿无法接受吗？我们来迟了吗？二婶，我原想着第一次给长辈们敬茶，便想打扮得庄重一些，因此耽误了时辰。你还骗我说身子不好，长辈们怜你，让我不要着急。现在可好，我们来迟了。怨我，是我的错。没来迟，我原本以为怡儿不懂心疼人，现在看你们夫妻和睦，我便心安了。祖母，二爷待我很好。谢祖母。祖母，这是孙嫔亲手绣的抹额，望您不弃。手真巧，奶奶很喜欢。爹娘，请喝茶。我的儿媳妇生得真标致，瞧着便是个有福气的人。手艺真灵巧，绣的花样像是真的一般。鞋底纳得好，穿着定会很舒服。二叔二婶，请喝茶。怡儿、檀儿，婶娘祝你俩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谢谢二婶娘的祝福。侄媳妇听说华灵寺很灵验，至亲的人在那儿为新人点一盏许愿莲花灯，菩萨是会显灵的。二婶娘过几日要去华灵寺，能为我和夫君点一盏莲花灯吗？这个小蹄子，竟摆我一道。点莲花灯要吃3日斋，上早晚课，这是故意折腾我。多大一点的事儿，婶娘给你们点2盏莲花灯，那便有劳二婶娘了。夫君，你可得好好谢谢二婶娘。二婶有心了。三弟媳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见面礼，我见你之前很喜欢，今日送给你。谢谢姐。二嫂，这是赵觉给他的定情信物，现在随手给了我，这是在告诉我他不在乎赵觉。他这是和赵觉做一个了断吗？比我想的还要果决。姐姐，那100多台嫁妆原来是给你的，现在进了库房，你若是要的话，我命人给你送过去。沈清谈一向大方，现在我主动提出还嫁妆，他绝对不会要的。不仅守住了嫁妆，体现我的大度，还博得老夫人的好感。母亲说你没有学过管账，管理不好嫁妆，便全都交给我打点，让我平日里多照顾你。你既然提了这一茬，那我待会儿让人去搬嫁妆。我们俩出嫁前是姐妹，出嫁后是妯娌，关系比寻常人亲厚，我就不说客气话了。沈明珠这个蠢货，到手的东西哪有再吐出来的道理？二婶娘，我和二妹妹阴差阳错上错了花轿，这件事咱们自家人知道便好了，若是传出去，平白让人看了笑话。我和二妹妹是一家人，这份嫁妆给谁都一样，只是外人都知道嫁妆是为我准备，若是进了2房的话，这换婚一事便说不清了，传得难听了，岂不是辱了国公府的门楣？这嫁妆不是我们2房该得的，全在库房堆着，没有人动一个子儿，我就知道二婶娘最明事理。赵觉父母功利心太重，偌大的国公府托付给他们，如何放心？为了爵位闹出换婚丑事，丢尽了脸面。你们劝劝怡儿，让她留一条血脉给清谈傍身。母亲，怡儿不愿生子，应下这门婚事已经是做出最大的让步，此事强求不得。二爷，您咳得厉害，可要请郎中来诊脉。不妨事，煎服药吃便会好一些。二爷，宫夜回府，请您去前院书房议事。我稍后便去。刘妈妈管着院里的事，
等下他会把下人叫来，你认认人，以后有事尽管吩咐他们。二爷，我记下了，您去忙，莫让祖父等久了。见过二奶奶，您有何吩咐？眼下有一桩事要办，你点几个孔武有力的仆从，去二房将我的嫁妆抬回来。是，二奶奶，老奴这就去办。父亲，祖父回府便传了我和二哥去书房，皇上急召祖父入宫，为前线军粮短缺一事。祖父身为户部尚书，重任落在他身上。皇上拨5万两银子去筹备10万担军粮，1月内送到前线。我立下军令状，10日筹齐。你疯了！10万担粮需8万两，还差3万两缺口，你去哪儿填？我认识一位徽商粮商，存粮超10万担，是沈清潭当年救下其幼女，牵线相识。沈清潭嫁妆、银票、良田首饰共4万两，足够补缺口。这本就是明珠的，嫁妆入了二房，断无再拿出的道理。儿啊，办妥此事，必能得祖父赏识。二夫人，老奴奉二奶奶的命来此取回她的嫁妆。你听听，你说的是哪门子话？你们二奶奶的嫁妆昨日早抬进兰雪院库房了。若是对不上数，该问库房，竟问到我二房头上，我便是女娲也填不上这窟窿。回二夫人的话，抬进兰雪院的是三奶奶的16台嫁妆，二奶奶100多台嫁妆进了二房库房呢。二奶奶说您敬茶时已应下将嫁妆给我们抬走。我应下归还，不过是怕老夫人，这嫁妆本就是沈明珠的。沈家借沈清潭名义陪嫁，本想栽赃沈清潭抢夫婿，沈家再做主，将这100多台嫁妆全补偿沈明珠。谁知道事情先被大房挑破，二奶奶着急抬走嫁妆，也怕人说三奶奶霸占长姐嫁妆坏名声，不如先抬走，回门再重新分拨给三奶奶。倒是误会侄媳妇了，只是嫁妆与我私房混在一起，手边又腾不出人手。嫁妆清单，官府沈家各有一份，不如请官爷来清点，稳妥又麻利。倒是不必惊动外人，你是府里的老人，办事我放心。曹妈妈，去请三奶奶过来开库房。你自个儿去开，开完之后派人将钥匙送还给我。老奴谢过三奶奶体恤。嫁妆怎能给他们抬回去？娟儿领了差事，还差几万两银子，得用上这份嫁妆。我在老太太跟前同意了还嫁妆，不然老太太嫌咱们眼皮子浅，怎会把爵位给二房？买军粮的银子怎么办？父亲母亲，儿媳回门后会让侯府想办法填补买军粮的银子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还是我们家明珠贤惠。娘子，让你费心了。夫君，能为你分忧解愁，我很开心。二奶奶，嫁妆全都在这儿了，您可要看一看。二奶奶，这些个嫁妆有问题。字画怕潮气，你们将嫁妆入库，刘妈妈随我来。二房可有为难你？二夫人推脱不肯还，后来老奴要报官，她才让我们抬回来。二奶奶，这嫁妆有猫腻。猫腻大着呢，值钱的物件全都被换走了。二房刻意与你争执，不过是降低我们的警惕，不会怀疑东西是赝品。老奴这便去找二夫人。你即便是去找了，二房也不会认账，反倒会怪我诬陷他们。我这人什么都吃，便是吃不了亏。我会让他们把嫁妆连本带利的吐出来。私吞我的东西，便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。刘妈妈，你便当作不知道这件事，你待会儿领着人去吃酒。二奶奶，老奴大张旗鼓的带着他们去吃酒，让府里的人都知道。二奶奶，您可还有别的吩咐？我正好有一桩事要你去办。我母亲喜欢吃百香斋的翠玉豆糕，你以我的名义去一趟，让他们的东家亲手做。回门那一日早上，我便要去取。是，二奶奶。
二爷，药是温的，您先喝了，端下去，回门之后再吃药。二奶奶吩咐小人去煎的。二奶奶说大喜日子冲晦气，这是她仅剩的乳糖，让您好好喝药，顾好身体。二爷，今日回门，我要去一趟百香斋取点心，可以提前一点出门吗？现在出门可以吗？可以。江潮，去套马车。是。马车是母亲准备的。哦，母亲眼光挺好的，大俗极雅吗？胡掌柜，你们东家来了吗？贵人，东家一早便到了，在后院休息。小将军，我昨日半夜归家，便收到胡掌柜的消息，今儿一早便来此恭候大驾。钱老板，谭儿与令千金情同姐妹，你算得上她的长辈，不必如此客气。我原来是要参加小将军与沈大侠的喜宴，江南那边的生意出了岔子，没能去府上吃一杯喜酒。沈清潭若是对我情断，必定会写信告知秦老板。如今看来，他对我是旧情难忘吗？改日请秦老板吃酒。秦老板走南闯北的做生意，能力很卓绝，南粮北运便是你开的先例，粮铺遍布大洲各地。我今日来此，是想要与秦老板合作，向你买10万担军粮。10万担？你也知道，如今闹粮荒，我手里哪有这么多粮食？仅有的一点粮食，还是以高价收来的陈粮。大洲百姓能够安居乐业，全是靠着边境的将士抛头颅、洒热血、誓死捍卫住国土。秦老板，你手里有多少粮草，尽数都卖给我，我在此替北境的将士们感谢你。小将军，我身为大洲子民，国难当前，自然是要尽绵薄之力。只是天灾之后，我手里便没有超过5万担粮食，如今又离京1个多月，尚不知粮仓究竟有多少余粮，我这就去统筹一下，今晚给你答复。好，那就有劳秦老板了。撤下残茶，换西湖龙井，备上点心。沈小姐来了。沈小姐，您特地派人来送口信，是为了军粮一事吗？赵三爷刚走一会儿，之前还在拿你攀交情，他可真是痴情种子。赵三爷不是一个良人，他不娶你，算是他做了一件好事。秦叔，你手里有多少粮食？去年你察觉气候法常，让我收粮，共收50万担。后遇洪旱蝗灾，我们捐粮5万担，放粮给百姓，现存20万担。你答应赵觉将粮食卖给他，皇城脚下粮食价钱都公允，8钱1担的粮食，你到时候骗他手里只剩下5万担，剩下的5万担联系上一个合作的商人，对方涨价要1两2钱银子1担粮食。事关军粮，我狮子大张口，赵三爷将事儿捅到天家跟前，那可就糟了。秦叔，你不必有这个担忧，赵觉为了继承人的位置，要在老国公跟前表现，他绝对不会因为粮价的问题闹到老国公跟上去。赵觉为了国公府的爵位，连自己都出卖，又岂会在意这点银子？不论赵吉说什么，你都咬定这个价钱。他应下之后，你找个托词要全款，再交出粮食给他。好，咱们是要把粮食卖给他吗？自然不卖，我另有打算。你去找赵银，让他引荐老国公与你见面。你说你得知北境缺粮，愿捐赠10万担粮食。对赵觉便说迫于同行检举和舆论，不得不捐粮，白白亏损10几万两银子。这个好，那我便按你说的做。秦叔，我还有一事托你去办，您帮我留意京城典当行，若是哪家收到这上面的东西，务必第一时间告诉我。赵觉这是私吞了清潭的嫁妆。是。二爷，
二奶奶，侯府到了。夫君，你看，看什么？赵姨母族家底丰厚，马车是大伯母私房钱造的，我母族比不上，给不了你奢华马车。檀儿和珠儿带夫婿回来了，快些进府。母亲万福，母亲万福。你们快到母亲跟前来，让我好好看看。檀儿，你在我身边10几年，从未离开这般久，如今嫁进赵家，我心里难受的几日不合眼。尤其是你嫁的人，母亲心疼你，更挂念你。若不是经历了一事，早便被他这副慈母面孔给骗了。母亲，谁曾想上错花轿，这般荒诞的事会发生在我和二妹妹身上。我恐怕完成不了您的期望，做不了赵家宗妇。造化弄人啊！我的儿，你受苦了。我不苦，心中庆幸。二妹妹吃苦10几年，我心疼她。如今她嫁了良人，三爷温柔，必能好好待她。二爷身子弱，无子嗣，我日后会将二妹妹的儿女当亲生，嫁妆全留给他们。你呀，打小便善良，他白占好夫婿，怎容他享清福，让你受累？你的夫婿身体病弱，该好好的照顾他。那份嫁妆原先就是给你们姐妹俩的，你便做个甩手掌柜算了，让珠儿为你分担分担。母亲，您有所不知，国公府有人疑我上错花轿是遭人算计，我若回门就给嫁妆，外人岂不是疑心他妒忌我在侯府做千金？他流落乡野吃苦，为了报复我抢自个儿的姐夫，还又要抢我的嫁妆。檀儿说的对，是母亲考虑不周。你祖母最疼你，一早惦记你，你先去给她请安，她有提几话要对你说。母亲，我在赵家过得一点都不好。婆母要我每日都得去她跟前请安立规矩，3餐都要奉水奉茶，她吃完了我才能入座吃饭。赵菊也不温柔体贴，更不知心疼我。赵姨那个病秧子，处处待沈清谈好，大夫人也不用沈清堂立规矩，吃的用的都比我们二房的好，凭什么？到底是凭什么？沈清谈不过是一个奸商之女，待我享受了10几年富贵生活，如今在婆家活得也比我滋润，我便恨不得她死。傻孩子，她是一时的风光，哪里能与你长久的富贵相比？赵姨早晚会死，你得哄着沈清谈为你所用。我才不想哄她！珠儿，你得忍常人所不能忍，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。待赵觉成为国公府的继承人，你想除掉他，母亲绝不拦你。大小姐，您身为侯府的嫡长女，便要时刻谨记身份，出门在外身边得带着伺候的婢女，否则旁人瞧见了，还以为侯府苛待你。魏妈妈，你是妹妹的乳母，我方才敬你几分，倒是没想到因此助长你的威风，让你忘记自己的身份，以下犯上。若叫外人瞧见了，还以为咱们侯府没个尊卑，一个刁奴都能骑到主子头上。母亲心善，舍不得惩罚你们这些个刁奴，这一巴掌是我代母亲教训你，望你今后恪守本分，莫要丢了母亲的颜面，落了个御下不严的名声。老奴谨遵教诲。待会儿看你如何得意。小姐，小姐，听雪，流月，小姐，您受委屈了，奴婢送您出嫁，您便不会嫁给赵二爷。你们俩别担心，二爷待我很好，这些话日后不许再说。伤好全了吗？好全了。怎么了？小姐，我和听雪不是意外受伤，而是夫人身边的魏妈妈做的。这婚事不是意外，你要小心谨慎一点。我心里有数，你们从这一刻起跟在我身边，不论发生何事，不得离开半步。谭妹妹，见着大哥哥不知叫人了吗？还是国公府的水土养人。谭妹妹嫁过去几日，
出落得更加水灵了。大哥，请自重。大小姐，方才大爷过来一趟，将老太太气得头昏，老太太吃药歇下了，让您不必请安，多陪一陪夫人。劳烦你代我向祖母问安，我便不打搅祖母安歇。红儿怎么没来？奴婢没有端稳茶杯，惊扰到主子们，请主子们责罚。今日是府里小姐姑爷回门的大喜日子，免了你的责罚，下次不可再毛手毛脚，当心伤着主子。你下去换衣裳。奴婢这就去。刘月姐姐，大小姐用完衫了，她与大姑爷一块去晚风亭散步消食，让我在这儿等着你，知会你一声呢。那我先去寻小姐了。今日天气不错，我们去园子里转一转。母亲，刘月换衣服还未回来，听雪去寻她了，也不见人影，我担心他们遇着事儿了，想先去找他们。兴许有事儿耽搁了，我让人去催一催。去。是。夫人，出大事了！怎的咋咋呼呼，没个规矩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出人命了！有人淹死在了晚风亭的池塘里。谁出事了？老奴不知，管事安排人下水查看了。反了天了！青天白日，竟敢在府上肆意妄为！母亲，大姐姐，你别担心，刘月与听雪不会出事的。谁说我担心他们出事？我的院子与晚风亭，一个在北，一个在南，好端端的，他们俩去晚风亭做什么？待会儿看你怎么得意。母亲，我扶着你。之前给沈清潭安排了陪嫁婢女，她不用，只信任听雪与刘月这两个刁奴，待沈清潭忠心耿耿，不愿意做他的眼线。只有除掉他们，才能在沈清潭身边安插人。魏妈妈那边该是事成了。母亲，怎么会？不可能，怎么会是魏妈妈？查！今日来过晚风亭的人，全都叫到这儿来。老奴这便去查。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让刘月和听雪害死魏妈妈？大姐姐，你好狠的心啊！魏妈妈只是提点你一句，让你身边带两个婢女，你打她一个嘴光教训还不够，竟然还要她的命！不会的，檀儿善良柔弱，怎么会打杀了一手带大她的魏妈妈呢？母亲，她若记挂着魏妈妈待她的恩情，又怎得会打魏妈妈一个耳光？怨我，都怨我！若是我不回来，魏妈妈不会因为心疼我吃苦，疏忽了大姐姐。若是我不回来，大姐姐也不会上错花轿，嫁给身体病弱的二伯哥。我若是姐姐，心里必定会生出怨气。我的错，这都是我的错。母亲，我身边的人全都带去赵府。魏妈妈出事的时候，我与您在一块吃饭，如何有机会对她动手？你还不承认？刘月和听月中途离开，魏妈妈便出事了。这两个刁奴现如今还未回来，我看便是他们动的手。檀儿，魏妈妈是我身边的老人，虽然她是下人，可在我心里早已是亲人。她平日里循规蹈矩，府里上下有目共睹。我相信她提点你，是真心将你当做自己的孩子，可没想到会让人含恨在心，对她下此毒手。母亲，我没有。母亲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不是我做的，我不会认罪的。大小姐，奴婢去马车将点心取来了。夫人，大小姐记得您爱吃百香斋的翠玉豆糕，特意去买了来孝敬您。为何来府上的时候不拿出来？府门口人多，我不便拿下来。原来打算回府的时候再取出来给您，后来想那时母亲累了，该要歇下了，便趁着刘月去换衣服，让她取回来，给您一个惊喜。未曾想到魏妈妈会出事。夫人，魏妈妈身上有酒气，像是醉酒落水溺亡。不可能，魏妈妈平日做事循规蹈矩，恪守本分，绝不会偷奸耍滑，在当值的时候与人喝酒。你快去报官！难道不是他做的？难道这其中真的出了差错？报什么官？一个不守规矩的刁奴，死了便死了。二婶，你也不必查了，那儿有个山洞，
我瞧见他躲在里面吃酒，估摸着是心虚，听到有人来了，逃命的时候失足栽池塘里了。你去看看，说不定里头有酒坛子。母亲，若不然，我们请官爷过来查一查，魏妈妈究竟是不是醉酒溺亡？她是您身边的老人，女儿不信她会躲懒，背着您偷酒吃。魏妈妈遇害，二妹妹很难过。若是没有揪出真凶，恐怕会影响到我们姐妹俩的感情。定是沈少恒杀的魏妈妈，可是我不能揭露，不说没有证据，还会惹祸上身。去看看。是。夫人，山洞里寻到酒坛子，还有这个钱袋子。谭儿，别去报官了。母亲信你大哥的话，魏妈妈是醉酒失足落水，她私下偷喝酒，许是心里难受，闹去官府，不仅丢侯府脸面，还会毁你名声。她再重要，也比不上你。魏妈妈，是她咎由自取。母亲。抓住他！放开我！大公子，老奴什么都没看见。大爷，今日你我未曾到场，夫人那边怕是已有察觉。大老爷早亡，爵位由侯爷承袭，妾身听说过，待您长成之后，便会请复您为世子。如今您22岁，侯爷却迟迟未提，恐怕是反悔了。这些宴席10回，我难得去一回，二婶怎会疑心我们有私情？我本是投奔侯府的孤女，只求安稳度日，可沈母处处盯着我们，绝非无意。她若拿你我私情大做文章，散播你失德败俗、罔顾家族的流言，届时族老非议，你的世子之位怕是难保了。二婶这么费心构陷我，不过是为了爵位。原本我对爵位不感兴趣，可她步步紧逼，我便要遂她的愿，争上一争。二婶，你可得约束约束身边的人，不然下回不知是谁再死的不明不白。母亲，怨我不该教训魏妈妈。谭儿，你不必自责，错不在你。今日母亲与珠儿误会你了，伤了你的心。母亲，我不怪您，只是您不信任我，我心里很难过。母亲给你道歉，此事错在母亲，实在是魏妈妈一事重创了我，一时失去理智，没了判断力。你记得母亲爱吃翠玉豆糕，却在这儿受了极大委屈。你想要什么，母亲补偿给你。母亲的一片心意，女儿不敢辜负。女儿想要顺安街那家典当行。母亲，我是不该提要求吗？母亲只是很意外，以往给你奖励你都不肯要。我手里的东西本就是你们姐弟几个的，早给晚给都一样。母亲待我最好了。谢谢母亲。赵姨身子病弱，你去看看她。好。母亲，你也回去吧。母亲给沈清堂铺子的事儿，不许在国公府透露半个字。奴婢不敢。小姐，您怎么知道魏妈妈要对我们下手？我回门时，母亲问我为何未带春娇与秋蝉，我不用她的人，只信任你们二人。她想往我身边塞人，必要除掉你们，而今日是个好时机。刘月，你去悄悄打听沈少恒的动向，莫要被人察觉。小姐，奴婢打探到了，沈少恒去了晚风亭，至今未出。若有人以各种名目支开你们，引去晚风亭，你们别应拒，假意应下。趁人不备，从侧门出府，去马车上取翠玉豆糕，取完立刻绕路回府找我。恒儿怎么没来？看来母亲要动手了。幸好您有先见之明，我们才躲过一劫。前世沈少恒对母亲毫无防备，最终落得惨败沙场。这一世我在暗中推波助澜，激化他们矛盾，希望沈少恒别让我失望。你知道侯府出的事吗？
侯爷说是内宅之事，我们不便出面。二爷，何事？若是我与二房起纷争，你会作何想法？你不必有所顾虑，做你认为该做的事。二房是我的亲眷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比他们更亲厚。帮亲不帮理，我自是该向着你。即便帮理不帮亲，错也不在你。二房本就敌视大房，即便你不是我妻子，若与二房起纷争，我不对二房落井下石，已经是君子所为。你说我是何想法？三爷，秦老板在前厅等您。秦老板，让你久等了，我才到片刻。小将军，我查了账本，粮仓还有5万担粮食，又联系粮商，能匀出5万担。秦老板，有劳你了，此事办成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小将军，我有一事要与你说明。如今粮食稀缺，他是高价收来的，便提了一点价钱。只要能筹集军粮，多少银子我都要。他的粮食卖1两2钱一担，10万担粮食，全要这个数？不，我的粮食卖8钱一担。秦老板手里的5万担要4万两银子，另一边的5万担要6万两银子，一共需要10万两。祖父只给我5万两，还要贴5万两进去。我尽快筹齐银子，再去你那儿运粮。5万两！祖父有意请封世孙，因为婚事已对我不满，这件差事再搞砸了，爵位恐怕与我无缘。距离10日之约只剩下7日，军粮一事非同小可。祖父虽然交给我办，却也让赵银再收集军粮。我这里有份嫁妆，你拿去典当，能拼拼凑齐银子。您的嫁妆不过是杯水车薪。沈清堂不是侯府的女儿，侯府的嫁妆自然不能白白便宜她。我将嫁妆换掉了，她那一份是赝品。您将嫁妆给我，我拿去典当行抵押。你正好缺银子，我们便死当了，还能多换一些银子。二爷，您回来了。二爷，你用过晚膳了吗？我吩咐下人给你备一些吃的。不必，我用过晚膳了。我这几日有事，暂时宿在书房。二爷，你睡得浅，我早出晚归，会吵醒你。我身子不适，怕过了病期给你。你身体不舒服，更该睡在这儿，书房没人照顾你。若是我生病，你不会抛下我不管，让我去睡书房。我会。我若是你，也会这么做的。那便有劳夫人照顾我。公爷，快请坐。你今日约老夫过来，是为了军粮一事？正是，小的听闻北境粮草短缺，恰好手里有15万担粮食，愿意尽绵薄之力，尽数捐给将士们。老夫将这一桩差事交给赵觉再办，他应该联系过你们这些粮商，你为何不捐给他，捐给老夫？公爷，实不相瞒，您府上二奶奶对我有恩，曾牵线我与赵小将军相识。二奶奶本应嫁他，如今却是他二嫂，他娶了二奶奶的弟妹。我若直接捐粮给他，恐有人误会他们不清不楚。你经商也不易，你有这一份心意就好，粮食该多少钱便给多少。您不必给我银子，若是便利的话，给我兑换成盐引。你方才说一个铜板都不要，如今提要求倒是痛快，莫不是早便在这儿等着？公爷，我是真心想捐粮食给将士们。
秦老板，当初不是说好的吗？怎会没有粮？不是我不想卖粮给你，实在是迫于同行检举，不得不将粮食捐出去。我还白白亏损了10几万两银子。秦老板，你怎能言而无信？唉，母亲，您可要为我们二房做主啊！儿媳的出身虽然比不上大嫂的娘家，但也是清清白白的世家，怎的会眼皮子浅薄的私吞侄媳妇的嫁妆？满府的人都瞧见沈清堂将嫁妆抬走了，每一样都清点过，确定没有问题。如今才几日便翻脸说嫁妆有问题，要去告官与二房对簿公堂。我活了这一把年纪，遭人如此污蔑，恨不能以死自证清白。你从哪儿得来的消息？谭丫头要告你私吞嫁妆。他亲自派人来敬德堂知会我，说那嫁妆全是赝品，若是不将真的嫁妆还给他，他便要去告官。他的嫁妆进二房库房，直到他抬走不超过2日，我哪有那个本事用赝品换走他的嫁妆？一家人有什么误会，坐在一块说开便是。你哭哭啼啼的作甚，吵得人头疼。你去请二奶奶过来一趟。是老夫人。母亲，这岂止是误会，他把这好大一盆脏水泼在我身上，分明是要害我。我背着这桩官司，京城里的官爵人人都会瞧不起我，戳我的脊梁骨，我还如何做人？京城里人人都夸他知书达理，才能出众，我信以为真。他才进门几日，便搅得家宅不宁，分明是一个祸害。祖母万福，二婶万福。万哪门子的福？你不逼死我，便是我修来的福气。我扪心自问，哪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？你是因为不能与觉儿做夫妻，心里对二房攒了怨气，故意诬陷二房，贪没你的嫁妆，以此报复我们。二婶，您误会我了，我不是要与您对簿公堂，而是报官追查偷盗我嫁妆的贼人。您当初将嫁妆归还给我，刘妈妈照着嫁妆单子一一比对过，全都是对数的。我今日发觉嫁妆有问题，是我身边的刘月出府采买，瞧见有人从典当行出来，手里拿的一个青花花鸟扁壶，正是我的陪嫁。那个扁壶的壶口染了胭脂，二奶奶觉得好看，便刻意留下并未擦掉，奴婢才一眼认出是二奶奶的陪嫁。可二奶奶的嫁妆在库房，奴婢疑心看错了，便去典当行报了几样二奶奶的陪嫁，他们全都拿出来了。此事太过蹊跷，奴婢回府禀告给二奶奶，开了库房验嫁妆，方才发现库房的嫁妆全是仿制的赝品。祖母，我的嫁妆经过二婶的手，若是去告官追回嫁妆，官爷势必会寻二婶问话，孙媳便派人去知会他一声。许是刘月的口齿不伶俐，二婶误以为我是要告他私吞嫁妆。沈清潭怕是早就发现了嫁妆是赝品，抓住嫁妆被典当这个把柄，想借老夫人的手拿回嫁妆。这人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竟敢偷换侄媳妇的嫁妆，妄想嫁祸在我们二房的头上，实在是可恨。母亲，您将这件事交给儿媳去处理，儿媳必定查个水落石出。谭丫头，你有何想法？祖母，此事便交给二婶处理，孙熙相信二婶会处理好的。行，这件事交给老二媳妇去办，2日内处理好。儿媳会尽快将事儿办妥当。我现在去典当行查嫁妆。二婶今日为难你了。二婶越发过分，欺负到你头上了。没有，二爷，你没受委屈就好。二婶的心思我清楚，往日我念及叔婶情分，多有忍让，可她不该牵涉到你。二爷，我并未委屈，如今最棘手的反倒是二婶。二爷，我带您去一个地方，看一场好戏。好。大小姐，二爷，那位客人已经到了。这间屋子有一扇暗窗，可清楚瞧见隔壁交易的情形。这典当行是你的？是我名下的铺子。二爷稍等片刻，看过便知我为何带您来此处。你们简直欺人太甚！
昨夜才典当的东西，不过一夜功夫，赎金便翻了几倍，怎能不去抢？夫人，我们开铺子做生意，终究是要盈利的，并非开善堂。哼，你们可知我是谁？我是你们东家的亲家，去把你们东家请来，我要亲自与他谈赎金。夫人说笑了，我们东家是地道的商人，前几年才进京经商，姻亲都在祖籍，并非京城人士。我是赵国公府的二夫人，与你们东家沈夫人是姻亲，你们敢这般刁难我？夫人，我们东家并非沈夫人，您若是不信，可去官府查证。您当初是死当，咱们当面议价，银货两清。你们这是店大欺客，竟敢欺到赵国公府的头上！夫人息怒，我们是本本分分的生意人，在皇城脚下，怎敢欺压客人？即便您去天家跟前敲灯闻鼓，我们也是不怕的。夫人稍等，我去请示一下掌柜，看能否通融一二。掌柜说赎金需这个数，4万两，你们当初只给了3万两当银，是4倍。掌柜说您当初选的是死当，合计12万两，1分都不能少。你们这是要与赵国公府作对？小人不敢。若是您真要以权压人，我们就是拼着生意不做，也要去官府揭露赵国公府的真面目。哼！您若是不愿赎，便请回吧，我们这铺子也不缺这一笔生意。我既然来了，岂有空手回去的道理？我买了。小人就知道夫人是爽快人。东西一件都不能少，全都给我拿出来。二婶哪来这么多银子？二婶还给我的嫁妆，全都是以假乱真的赝品。若是不识货的人，很容易被糊弄了。他卖赝品牟利，只是有这个猜想，需要去查证。他当初典当了3万两，现在要多花9万两赎回，却也愿意。府里出了内贼，谭儿的嫁妆被偷去典当，老二媳妇主动揽下这件差事。他已经查明了，嫁妆没有被典当，而是在废弃的西院找到的。侄媳妇，你仔细清点，这些嫁妆可有问题？二婶，您办事我放心，不必再细看。二婶此次损失惨重，想来短期内不会再作祟。贪心不足蛇吞象，是他自找的。前几日让匠人做的，给你押金。谢谢二爷。我手里筹集了15万担粮食，需要人马运送到北境。父亲，觉儿之前3日便筹齐10万担军粮，谁知那奸商想要巴结您，越过觉儿将粮食卖给您，您便将运送军粮的差事交给觉儿去办。他在军营里当值，最合适不过了。一个小小的粮商他都搞不定，我如何放心将运粮的差事交给他？你有何看法？四叔去，四叔是武将，曾经护送过粮草去往北境，没人比他更合适。祖父，孙儿自动请缨护送粮草去北境，若不能及时送到，我便主动辞官。你之前便立了军令状，时间过了一半，你的粮草筹集了多少？老四，你去送。着急，你年纪轻，心气浮躁，还需要磨砺一番。我已经奏请皇上，任命你去武城兵马术担任副指挥使一职，明日便去上任。我乃正5品武德将军，竟将我贬为7品副指挥使。父亲不是真要降觉儿的职，只是给咱们一个教训，让咱们收敛一番。若是觉儿做出功绩，哪有不升迁的道理？多大点事儿，你至于这样吗？多大的事儿，我至于这样？小蹄子的嫁妆只当了3万两，我多出9万两才赎回来，到头来什么都没捞着，反而降了我儿子的官职，这不
你说多少银子？我从娘家借的9万两，他们不如拿刀子扎死我算了。哪家黑心的当铺？你去告官，将银子要回来。哼，哪家典当行？你的好亲家开的典当行。亲家？沈家？不是，我娘将典当行给了大姐姐。你说什么？那铺子分明是记在你娘名下，怎会是沈清谈的？千真万确，回门的时候我娘给的她。这样大的事儿，你竟瞒着我！你除了是陈恩侯亲生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嫁妆没嫁妆，回门沈家给了沈清谈典当行，给你什么了？早知如此，还不如娶沈清谈。二爷说他是一个世俗的人，若是不多挣一点银子，维系不了他过舒坦的日子。他把名下的产业都给我打点。那当然，您是蓝雪院的女主子，不交给您，交给谁打点？我们二爷若是身子骨强健，放眼整个京城，就挑不出他这样好的郎君。身子骨弱，也是最好的郎君。母亲，你要给二哥与二嫂点莲花灯吗？不会说话便闭嘴。二婶，你们来了。你们何时来的？怎的不说一声？我们可以一块儿来。今日初一，我随祖母来上头香，赶早来的。我原以为二婶病着，今日不来华灵寺还愿。先去上香，我们走吧。你去藏经阁借一本心经。二奶奶，你要在这吃斋念佛3日，为二爷点莲花灯吗？二夫人不是会为你们点灯吗？那是惩罚二夫人罢了。若真求菩萨庇佑，心诚才会灵验。你从前不爱看佛经，如今你能默出一卷经文。赵杰，你是过得不如意吗？只有过得不如意的人，才会不断提起从前。汤儿，你变了，你从前不是刻薄的人。我知道你心里对我有怨，方才对我恶言相向。汤儿，你想撒气冲我来便好。随我撒气？是。藏经阁后面有一条小路，通往半山腰一间废弃的小木屋。你今晚亥时在那儿等我。今夜我等你。二爷，母亲说你来华灵寺祈福，我过来看一看。哦，二爷，您松一下手。已经看完了，字很不错。就这样。二爷，老太太请您过去一趟。别让祖母等久了，你快些去吧。唉，你若不信字写得好，我便拿去请祖母评鉴评鉴。夫人这篇赤诚心意，我心中甚是欢喜。夫人想听这个？二爷今日来了华灵寺，我脱不开身去赴约，你去告诉我那位故人，改日再约。二奶奶，刘月姐姐留下伺候您，奴婢去办这跑腿的事儿。二奶奶，二奶奶，二爷在您这儿吗？不在，他在老太太那儿。二爷离开老太太住处，被您身边婢女拦下，说您在藏经阁等他。小的取披风过去，不见人影，完了，二爷出事了。你说是我的婢女带走二爷？秋钱姑娘。二奶奶，秋蝉与二爷不会在藏经阁后山的小木屋吧？一定是在那儿。秋蝉是三奶奶的人，串通了三爷与三奶奶，逼着二爷纳她做妾。有人在藏经阁后山破清规，夜巡僧人已经去了。大姐姐，我听说姐夫不见了，帮着一块找人，你那儿得到消息了吗？没有，有人说夜巡的僧人在山上发现人，我过来瞧一瞧。山里不安全，你才带一个婢女，我陪你一块儿去。大姐姐，你别担心，姐夫说不定在别处，山里的是其他人。夜巡的僧人说，山里的人破坏佛门戒律清规，姐夫光风借月，翩翩君子，绝对做不出这种事。如此品行不正的人，
让家族蒙羞，该自个儿求着脱离族谱。你今日的话太多了，不过有句话你说对了，如此品行不端的人，但凡不是个自私的性子，就该自请从族谱除名。能在佛门净地做出这等安杂事，可见是个不要脸皮的，又怎能指望他脱离宗族呢？贪图权力的人，更是舍不下荣华富贵。你怎知对方家族富贵呢？不要！求求你放过我！大姐姐，这是秋蝉的声音，你们快去救人！大姐姐，你别太伤心难过，哪个男子不是三妻四妾？三爷，求您放了奴婢！我的老天爷！破坏佛门净地的人居然是赵三爷！赵三爷表面瞧着很正派，原来是个下流东西！你们这些个蠢东西，还不快把门关上！滚！二妹妹，你别理会那些说闲话的，你别太伤心难过。哪个男子不是三妻四妾？是你对不对？是你联合秋秋算计三爷的，对不对？沈明珠，你便这般嫉恨我？魏妈妈一事是如此，秋瘸一事也是如此。秋蝉是你的婢女，卖身契在你的手里，我何德何能够命令她爬赵杰的床？你约我在这里见面，为的就是设计我与你的婢女有染。三弟，我为何要设计你与婢女有染？我有何得力之处？我是你的嫂子，你今日待我毫无分寸，我便让人打你一顿，给你个教训。秋蝉带了一碗豆腐汤，说是你让她送来的，我吃了才入了套。你见过谁打着自己的名义干坏事，偷盗我嫁妆的人，还知道给赝品遮掩一下呢？我真怀疑你冒领旁人的军功，居然看不出这种栽赃嫁祸的小伎俩。沈清潭，秋蝉不是我的婢女，我拿捏不住她。以你的本事，你查一查，便能查个水落石出。三爷，求您饶命！三奶奶白日瞧见您与二奶奶在禅房见面，她怨恨二奶奶得您的倾慕，便给了奴婢一包药粉，万万没想到会是迷情药粉，奴婢知罪，求三爷开恩。你血口喷人，我何时指使你给三爷下药？我是疯了不成？设计你做我夫君的女人。三爷，请你去查明真相，还妾身一个清白。三爷，老奴从三奶奶房里搜出了这包药粉，和秋蝉给的粉末一样。你才成亲几日，怎就犯浑，被一个刁奴迷了心窍，在佛门清净之地做出下流事儿？孽障！我和你爹的老脸往哪儿搁？脸皮不知道往哪搁，那便不要脸了。家门不幸，你去佛祖跟前跪一夜，明日回府后，自己去你祖父面前领罚。孙儿知道了。二爷，您回来了。你们这是去找我？找的时候遇见旁的新骑士，便忘了找我的事儿。我知道二爷在斋堂。是吗？二爷是未用晚饭吗？吃过了。秋蝉说你未用晚饭，我去一趟斋堂，只有这些简单的食物，你将就吃一点点。他是这么给你说的。我在祈福，晚上不能进食。二奶奶，这是二爷亲自为您做的。你早些休息，我住在祖母旁边，你若有事，便让刘月去找我。我以为秋蝉是想做二爷房里的人，没想到他盯上的是三爷。二奶奶，您早知道秋蝉的心思，所以今夜给了他机会。祖父，孙儿做了有违道德、有失名节的事情，践辱了门庭，祖父责罚。身为男子汉大丈夫，该顶天立地，志向高远。若是身不正，你该何以立足？你看看你，哪有半点男儿血性？被一个妇人玩弄在鼓掌。孙儿知错，杖责20，以正加风。
三爷得罪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背后刺我一刀！你别以为抱住沈清池的大腿，爬上了三爷的床，便能做主子享福。三奶奶，都是您逼我的，我不想被卖掉。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婉东，你拿着他的卖身契，是找个牙婆子卖了。不要！侯府当真是教出一个好女儿，我今日即便是休了你这个杜父，侯府也不敢指沾我。三爷，我给你2个选择，秋蝉任由你处理，你拿着休书滚回侯府，要么留下秋蝉，你继续做你的三奶奶。把秋蝉的卖身契拿过来。给你三奶奶敬茶。三姐姐，请喝茶。跟我走。赵觉怨上我，这几日住在秋蝉院里，沈清谈他处处与我作对，害我这般境地。你好好养病，沈清谈交给我处理。刘月，你去医箱取一件二爷的中衣，我量一下尺寸。好呢。您要为二爷做衣裳吗？我本来该给夫君做衣裳、鞋子，如今连一个小小的荷包都没给他绣。快入夏了，我给他做一身中衣。二奶奶，有一位女子拦下马车。二奶奶，求求您带我去见二爷一面。二爷买下了我，我是他的人。回府。微臣恭请皇上圣安。怡儿，这里并无外人，你唤朕姑父即可。最近身体如何？最近几日要好转一些。让陈乐使为你诊诊脉。臣遵旨。如何？皇上，赵大人的情况不容乐观，还是得尽快找到医圣仲元，方才有一线生机。怡儿，朕会加派人手去找仲元，你别怕，朕必定会治好你。您不必为我担心，一切都自有定数。朕听说你大婚时与赵杰互换了新娘，当真是新娘上错了花轿？虽然是阴差阳错，却是我盼着的良缘。你明日带他来见朕。二爷，属下有话要禀报。进来。二奶奶今日从秦氏布庄回府时，被一位女子拦下马车。那女子求二奶奶带她见您一面。谁？属下认出她是南水巷的那位姑娘。去年2月，您在南水巷买秋露白时，帮过一个要被父亲抵偿赌债的姑娘，她便是那姑娘。二奶奶是何反应？二奶奶让属下赶车，并未理会那位女子。二爷，那位姑娘与我无关，我买下的是她弟弟，并非是她。我觉得她出现的时机太过巧合了，二爷最好是查一查，她究竟是遇到麻烦想找你帮忙，还是受人指使。你不在意我有妾？如果二爷有心要纳妾，那我的在意对你而言微不足道。再说了，我看二爷这身子骨也不像是能纳妾的。夫人说的不错，你贤良大度，自然不在意我纳妾。是我的身子吃不消，只有夫人一个便够了。今日皇上召见我，让我明日带你进宫面圣。皇上要见我？只是长辈见晚辈，你别紧张。你一说紧张，我倒真的有些紧张了。那我需要做什么准备？不必准备什么，你去了便好。不和你说了，我去挑明日面圣的衣裳配饰。
微臣臣父恭请皇上圣安。不必多礼，你不必拘谨，将朕当从寻常长辈。今日见一见侄媳妇儿。檀儿对天家心存敬畏，方才来见您时很紧张，手脚都是冰冷的。如今见姑父和善慈祥，这会子倒是不怕了。就该如此，有何可紧张的？朕又不是三头六臂。一儿，朕昨日下令张贴皇榜寻找仲元，又暗中派了锦衣卫去查他的行踪，必定会在半年内找到他。仲元是哪位大儒？昨日陈院使为怡儿请脉，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只有找到医圣仲元，方才有一线生机。你们有仲元的画像吗？我认识一个商人，他的人脉遍及各国，一起找一下。仲元行踪不定，朕没有他的画像。我的身体是老样子，并没有皇上说的那般严重。若是只有半年寿命，这会儿我该是下不了床。你为我抄写经文供奉在龙华寺，又为我点了莲花灯祈福，佛祖会庇佑我。幸好你没有摔着。你的身体有不适的地方吗？我无事。二爷，是南水街那位姑娘，我下去处理一下。你去吧。二爷，我爹又去赌了，欠下一笔赌债，他要拿我去抵债。可我已经被您给买下，是您的人了。朱姑娘，我并未买下你，那笔银子是你弟弟借的，他留了借据，你若要还债，也该有个先来后到。你今日既然找上门，便先将我这一笔银子还了。二爷，我没银子。你拿这一张借据，带着这位朱姑娘去找牙婆，卖了她清这笔债。不行，二爷你不能这么做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我为何不能这般做？你爹是个赌徒，若是等他卖了你还赌债，我手里这笔债便成了一笔烂账。二爷，我可以把自己卖给您抵债。可以，将他送到江望大人府上，便说是我精心为他准备的贺礼。二爷，要去抓人吗？查到指使他的人了吗？查到了，原本打算回府再告诉您。赵觉在龙华寺出事的第2日，承安侯夫人便找上了朱玉，暂时不必动他，我有别的安排。是。少，你给我糖做什么？祖父祖母、父亲母亲都很喜爱你，你平日若无事，便同他们亲近亲近。好。承恩侯府亏待你，日后赵国公府便是你的靠山。侄媳妇儿，你回来了。皇上初见侄媳妇儿，可送了什么好东西？别藏着掖着，快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。皇上当初只赏我1根金簪，咱们国公府晚辈，皇上最偏宠大侄儿，赐你的必定不凡。依二婶娘意思，皇上没赏我，便是不宠爱二爷。宠爱都是做戏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，我可不是这个意思。长辈满意便会赠见面礼，我以为皇上中意你，谁想到……你别难过，皇上体恤你，赏赐后续送到府里。二奶奶，宫里来了赏赐，您快去领赏。好，我这便过去。二婶娘料事如神，我还以为皇上不满意，原来是体恤我送到府里。二婶娘不是要让弟媳开开眼，一同前去。既然侄媳妇儿诚心相邀，我便和明珠一道见见世面。我看看皇上给了侄媳妇哪些奇珍异宝。皇上倒是实在，赐江南宅子养病，赏赐再好看不如金子，金子能救急。二婶娘说的在理，可这不是皇上赏赐，是我一个妹妹送的。是吗？方才管事明明说宫里送赏赐来了。赵二奶奶，皇上称赞您秀外慧中，温婉淑德，与赵大人佳偶天成，祝愿你们夫妻同心，百年好合。谢皇上隆恩。曹公公入座喝杯粗茶。不喝了，咱家得回宫复命。南海珍珠1斗，玉如意1对，红珊瑚1株，共缎10匹。这些东西本该是我的，若我嫁给赵爷，这次赏赐便都是我的。
二爷，一段时日不见，二哥不认得妹妹了吗？我回门时本有话与你说，可惜你和三弟不在府里。原本打算今日休沐来见你与二妹妹，未曾想到二哥先收到你的信。二妹夫成亲才几日，便纳了妾室，日日宿在妾室那儿，冷落了二妹妹。二爷身子骨病弱，说不能给我子嗣，却在南水街的酒巷里养了一个外室。那外室仗着得宠，竟敢闹到我面前来。二哥自小疼爱我，有什么事都会护着我，我心里同你亲近。一遇着委屈，想到的只有二哥。赵姨欺人太甚，不能这般算了，否则她以为你没有娘家撑腰。二哥会处理妥当，不会损毁你的名声。二哥，你不能去，若是沾了一身腥，影响到你的仕途名声，我便是罪人了。二哥本就才华卓绝，日后从树长谷历练而出，前途无量，万万不能因我这点委屈，耽误了你半分前程。妹妹，二哥今日还有事要忙，改日休沐再约你出来。二奶奶，二爷不是没有外室吗？沈少回对赵姨抱有敌意，一直想超越赵姨。他若是真的与朱玉合作，对付您与二爷该怎么办？他们不会合作。母亲，您来了，女儿点了您爱喝的毛峰。你今日请我来茶馆，便是为了这道樱桃谱？我只是想见见母亲，回府找您。旁人见我常回娘家，不知会传出什么风言风语。昨日有人拦我马车，已经有不少闲话了。拦你马车的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大约是误会吧。我们母女之间有什么话是不能直说的？女儿怕说了，惹得母亲心里不痛快。外头不止传那位姑娘拦我马车，还有人传瞧见她与二哥有来往。你说什么？母亲，您别心急，指不定是有人刻意传出这种闲话，败坏二哥的名声。二爷今日一早便出府了，往常从树镇阁回来都会去老太太院里待上一个时辰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下贱东西，你与赵姨不清不白，居然还敢勾引我儿子！夫人，我……母亲，您今日闹这一出，引人来看热闹，传出去，我的名声便毁了。你竟还怨上我！若不是你私底下与朱玉来往，我何至于兴师动众的找来？你怎的来这儿找他？朱玉与赵姨有牵扯，我想助他获得赵姨的宠爱，让他将外室接入府中，给妾室名分，名声上留污点。这个女人心术不正，你别再与她来往。她假意与你合作，实则想要勾引你。今日属实大意了，朱玉这边行不通，您便暂时收手，不要再与沈清谈明争暗斗。夫人，二爷、侯爷请你们去书房。侯爷，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你利用那个女人对付沈清谈，没得逞便算了，竟然还连累到儿子。我今日一回府，便被请到老夫人院里。二郎入室求学，也不能放纵自己，竟然闹出抢人外室的传言，莫说丢了侯府的脸面，若是让御史参一本，他的前程便全毁了。他读了这么多年的书，竟然还不如恒儿明事理。你这个做父亲的，可得好好管教管教，别让他玷辱门庭。侯爷，妾身想为珠儿出一口恶气，冲动之下行事，才让人钻了漏洞，反将了义军。你现在带怀儿去母亲那儿请罪。哎呀，二婶，你这脸是谁打的？不会是二叔听到外面的风言风语，怪你教子无方，方才打你耳光吧？二叔，这里头是不是有误会啊？二婶虽然教出我这么个浪荡子，但也不能一竿子打死，觉得他教不出正人君子。祖母明日请族亲来侯府，二婶的脸被打肿了，该如何见人呢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大约是二弟考取到功名，
光宗耀祖了。祖母打算让二叔为他请封世子，还得感谢大妹妹，若非是二婶要对付她，也不会弄巧成拙害了沈少怀，让我借此机会在他们手里撕咬下一块肉。二奶奶，沈大爷送来的信，烧了。又要出去？我今日要回一趟侯府，将姜木与姜潮带在身边。我带一个，你留一个。我在宫里当值，无需人伺候，你听我这一回可好？我让刘月伺候你，你身边无人，我不放心。是。今日请二位祖老过来，是为了当年约定。当年紫燕逝世，少恒尚年幼，爵位由如今的侯爷承袭。约定待少恒长大，便请封他为世子，成为下一任爵位继承人。的确如此，我们当年做了见证。大哥大嫂逝世时，少恒还在襁褓，按规矩也该侯爷继承，我们完全可以不签字据。你们这是想要翻脸不认账！少恒不务正业，去年还逼死良家女子方娘，将侯府交到这样一个不堪大任的人手里，我们如何甘心？老夫人，侯爷，求您为方娘做主。沈公子救了他，却不肯负责，逼他走投无路投水，还请还我们一个公道。大哥虽随性，却素来有分寸，不招惹良家女子。此事定有隐情，不可轻信一面之词。二婶，那女子失足落水，我救了她，她却赖上我要名分，自轻自贱寻死，与我何干？女子最重名节，你当众救她，已然毁她清白，本该给她名分，你却拒不负责，分明是逼她绝路。府中仆妇亲眼目睹你上元节驱赶她，岂能有假？你自己行事不端，还敢抵赖？老夫人，侯爷，奴婢亲眼所见，上元节沈公子将方娘拦在府外，恶语相向，任凭她哭求名分，也置之不理，还命下人把她赶走。二爷给您准备的。一派胡言！上元节我与友人在外赴宴，入夜才归，何时驱赶方娘？少恒，方娘死的这件事儿我们都知道，方娘亲属指证你，又有仆妇亲眼所见，你这般百般抵赖，实难让宗族信服。叔公，那方娘是死的上元节，没错吧？没错，方娘死那日，她亲属一早便来府闹事讨公道，府中上下皆知，岂会有假？官府的卷宗记载，方娘是上元节下午投水身亡的，但是亲属一早便来闹事，人尚在世，何来讨公道？分明是有人提前安排挑唆。另外，仵作记载，方娘因家里欠高额赌债，债主上门逼迫要卖掉方娘成债，方娘走投无路投水，和二哥无关。父亲，您请过目。你这刁奴，竟敢污蔑主子！快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老夫人饶命，是夫人许我50两银子和拓奴族，奴婢一时贪念才说谎，求老夫人开恩，求老夫人开恩，求老夫人侯爷恕罪。沈夫人找到我们，她给了银子，让我们一早来哭闹栽赃沈公子，求老夫人侯爷恕罪。此事真相已明，按约定，明日我便递交折子，请封少恒为世子。就按侯爷说的办。少恒，从今往后谨言慎行，收敛心性，担起世子责任。老二媳妇禁足3月，无令不得外出，掌家之权暂交于我。这刁奴重打20板，赶出侯府。孙儿遵命，定不辜负祖母、叔父与2位祖老的期望。恒儿，你要争气一点，祖母会为你守住爵位。祖母，我原来是不想争的，是他们逼我的。祖母万福。来，祖母身边坐，你回屋去，我瞧着你头疼。大妹妹来了，您便嫌我碍眼了。大妹妹，今日恩情我记着，往后再勾栏瞧见妹夫，我替你揍他。这个混账东西！你回门那一日，祖母被你那不争气的大哥气病了，没能把准备好的礼物给你。你今日回侯府一趟，正好交到你手里。祖母，丫头，这会是你想要的东西，你全当是祖母给你的谢礼。谢谢你今日帮恒儿说话。二奶奶，奴婢扶您上马车。
这镯子应是我儿时之物，亲生父母所留。镯子如此精美，亲生父母定是极宠爱我。二奶奶，您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没有，我有东西忘在侯府了。奴婢让车夫掉头回侯府。丫头，你回来了。祖母，您送我的一对手镯，是我小时候戴过的吗？为何我一点都不记得了？是你小时候戴的，只是你病了一场，忘了许多事儿，自然不记得这对镯子。刘氏对待你的态度，你心里不困惑吗？为何自己的母亲处处算计你？你能回来找我，便已经说明你心里起疑了。您怎么知道我一定会来？因为你是个聪明的孩子。您突然间送我一对孩童的镯子，孙女猜下定有别的隐情。你猜得不错，这对镯子的确有隐情。你不是刘氏亲生的女儿，沈明珠幼时走丢后，她把你抱了回来，替代了沈明珠的身份。那对手镯应该是你亲生父母给你准备的，你往后可以凭借镯子作证认亲。祖母，您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吗？刘氏说你是捡来的，不知道父母亲是谁。不过我查探了一番，你是他在南灵州带回来的。南灵州？丫头，从这个手镯来看，你应该出生大户人家，应就住在南灵州城内。今日去侯府一趟，可还顺利？有二爷在暗中相助，自然顺利。暗中？江潮与江木随你去侯府，我以为是明里向着你。二爷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有话要与你说。有空，你说。二爷为何要去查我大哥？你在侯府被人欺负，我想了解事情始末，便派人暗地里调查。很抱歉，没有经过你的同意，便插手你的事情。这有什么可道歉的？你只是关心我罢了。我是被强塞给你的，你在我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接纳我，用真心对待我，守护我，这对我来说很可贵。我怎么会怪你呢？人与人之间讲究缘分，是缘分使我们走在一起，并非是谁将你强塞给我。母亲说我这副身子骨能娶到你，全靠前世烧了高香。我哪有母亲说的那样好？你好不好，我自有体会。你会不会觉得奇怪？承恩侯与侯夫人曾经这般宠爱我，为何在我出嫁时会算计我？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女儿，是他们偷抱回来的。今日沈老太太给了我这对手镯，是侯夫人拐抱我时我手上戴的东西。她是在南灵州拐抱我的。你人脉比我广，若是方便，替我留意一下。好。这次咳得严重一些，是不是受凉了？先喝点水缓一缓。无事，只是偶尔会有一两次咳得厉害。必须要尽快找到仲元才行。檀儿，你今儿个过来，怎的不派人传个口信，我好吩咐厨娘做你爱吃的杏仁桃。秦婶，我是临时起意，我来是想托秦叔为我找仲元。仲元？他原来是大周医圣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娘家侄儿走镖遇悍匪伤了手臂，阴雨天气便骨头疼。1年前，他护送一位郎中去北齐国，那位郎中治好了他的手臂，正是医圣仲元。您可替我打听一下，当时是护送仲元去北齐哪个地方吗？我这便去信问侄儿，只是那是1年前的事，他或许另去他处，你别抱有太大希望。医圣还在人世，这便是好消息。你刚刚回府，你是在等我回府吗？听说你惊动了大半个太医院，我特地来看看是不是传言。毕竟二爷今早进宫时，一点病况加重的迹象都没有。原本不想让你担心，到底是让你挂心了。谁说我挂心你了？你只是想辟谣。是我想让你挂心，我不顾皇上阻拦出宫，便是想回府看一看，我的心愿可有达成。
只有一点点而已。那我的心愿达成了。今日请你们来此，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老夫年逾7旬，力不从心，需将爵位托付后辈。赵国公府迄今未立继承人，按照宗法传统，理该立嫡长为爵位继承人。父亲，自古以来立世子，世孙虽立嫡长，但若是嫡长多病难保，便该择选嫡世子为继承人。父亲，家主攸关家族兴衰，要么才学出众，光耀门楣，要么建功立业，扬名立万。大侄儿虽有君子之风，却身体病弱，连正常当职都无法，哪有精力应付事务与应征？你说的对，继承人需才学出众，能力不凡，更要有宽广胸襟。那我便拷问你们，以赵国公府如今的情势，该如何破局，使家族更加繁荣兴盛？看也无用，银儿根本无心爵位。教制，你说说看，如何个教制法？朝廷开放科举选拔人才，足以说明人才是国之根本。同样的，人才也是一个家族的根基。你说的这个法子，说了与没说似的。今日是临时拷问，你们准备的不充分，给你们半个月的时间去准备。谁若是出的决策得到宗族族老的认同，便选谁为继承人。母亲，儿子已经有了主意，我们先回去商量。银儿，你先等一等。祖父，我原先不愿意要这个爵位，是见您的身子骨硬朗，还可以再多操劳几年，我便想闲散几年，不愿过早去应付身为继承人该承担的责任罢了。你说这一大段话，怎的不可也不喘了？大抵是肺腑之言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，我今日不想见到你。是，那我们先告退了。一儿好不容易有意要争，你何必弄这一出呢？江木，去煎药。除了咳嗽之外，你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请太医来看一看？不用，喝药就行了。你别多想，我自己想要爵位，此事与你无关。你以前不想要这个爵位？你可有听过八字真言？无为而为，不争而争。我不是不争，而是以不争的手段去达到争的目的。是吗？郎君好手段。一个个全都靠不住，最后还是得靠我们自己，要他们有何用？早知如此，我们便不去轻信陈恩侯。若是菊儿娶的是沈清潭，咱们也不至于遭受父母的厌弃，说不定菊儿现在已经成为继承人了呢。赵姨在施安堂提的法子，我有其他的看法，可以在他的提议上再改进一下，补充一点自己的想法。菊儿，你一定要想个绝妙的法子，抢了病老鬼的风头。我明日去找侯爷帮忙。今日祖父还说了，谁若是得到族老的认同，便立谁为继承人。我们可以疏通一下族老。二爷二奶奶，族老们来了府里，公爷让你们带上准备好的策略去正厅。大哥大嫂，今日突然提前交策略，应该不会影响到大侄儿的吧？当日公爷提问的时候，大侄儿能够临场发挥，反倒是我们爵儿才疏学浅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爵儿原本还想再准备得更充分一点，实在是因为诸位族老百忙之中抽空进京，怕耽搁了他们的事儿。早几日晚几天，对你们来说结果都一样，的确没必要浪费时间。大嫂说的是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一笔写不出两个赵字，爵位给谁都一样。今日无论结果如何，另一个千万不能因为没有当权，便翻脸伤了手足的和气。难得你总算活明白了一回。祖父，这是我写的策略。一儿，你的策略呢？各位族兄，你们有何见解？二位的策略考虑的方向不同，一个是举全族之力共同发展家族产业，
一个是各专所长的去培育宗族子弟，不能评断谁的更好，只看谁的更合适赵氏宗族。我们4个一致看好这个策略。理由，我要一个理由。三郎，你的策略不适合一个大宗族的发展，若是遭受到重创，基业倾塌了，全族的人又要回归到原点。父亲，我那日便说了，谁若是得到族老的认可，便请封谁。今日赵银的策略深得族老的认可，他今后就是国公府的继承人。晚辈定不负长辈们的厚望。二弟媳，你的脸色很差，可是身体有什么不适？我身体没有不适，那是因为今日之事心里不痛快。二弟媳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一笔写不出2个赵字，结位给谁都一样。大嫂，我只是头风发作了，哎呦，我这头疼的厉害，便先走了。母亲，爵位给大房抢走了。三爷本来是因着咱们为他争爵位，方才待我有几分尊重，如今爵位落空，女儿在二房日子会越发艰难。怎么会？那策略，你父亲可是问了族长。你别气馁，赵姨成为小公爷又如何？即便他成为公爷，爵位也有落在你们头上的机会。秦叔，仲元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已经传信去问了，大约还要几日才会有消息传来。你放心，我收到消息会立刻去国公府找你。今儿个传你们过来，是有一件事儿要宣布。咱们府里这几个月来，糟心的事儿一件接一件，但是喜事也不少。前段时间，怡儿与觉儿新婚，过了快2个月，觉儿的媳妇儿怀有了身孕。祖母，孙媳能这么快怀有身孕，全都是因着您与婆母在龙华寺吃斋念佛，为我点了莲花灯祈福，菩萨显灵给我送了一个孩子，不然我哪能这么快传出喜事啊？二嫂，我婆母为你和二哥也点了一盏莲花灯祈福，祝福你们2位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呢。应该要不了多久，你的肚子也会传出动静。我还听说了，府里一个传出喜事，另一个也会跟着有喜事。你别急，估摸着也就是这1-2个月了。是啊，侄媳妇可得加把劲儿，肚皮得像咱们珠儿一样争气，趁着年纪小，多生几个大胖小子。这事儿不急。好了好了，孩子们的事儿顺其自然就好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可别因为这事儿生分了。二爷，这是顺路等我回蓝雪院。我特地等你一起回去。二爷，你知道世安堂的事儿了？对不起，今日让你受了委屈。我今日没有受委屈，反而得到很多人的关怀。我一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，不会因为任何人、任何事情而动摇我的本心。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。你说，我听着呢。檀儿，我不是先天不足而体弱多病，我是中毒。我幼年被人下了慢性毒，导致体弱，可能遗传子嗣。我的身体越来越差，若是再大病一场，便真的无力回天。这就是你不愿意要小孩的原因？我不能保证孩子是正常的，不愿他像我一样承受痛苦。你不必这么灰心，陈院使不是说了吗？只要我们找到仲元，你还是有救的。我已经知道仲元的下落了，我拜托秦叔去找人了。他的侄儿见过仲元，应该很快就会找到。夫人是我的贵人。我是一个认死理的人，如今嫁给你为妻，这辈子就只认定你了。如果你走了，我也不可能大归回娘家，更不可能再嫁，以后还是会留在赵家，为你守着这个家。你现在还陪在我的身边呢。沈明珠今日仗着怀有身孕，便敢在我的跟前炫耀。若是你哪日不在了，只留下柔弱无依的我，他会如何对我？赵觉又会如何对我？他们不会有机会欺负你，我会爱惜自己的身体，等你将仲元找回来。你自己说的话，可要记住了。祖父，我想拿回放在您那儿的放弃书，
你要拿回去，你与沈氏夫妻不和。祖父，我只是想着与清谈是夫妻，我为他做的任何事情，他都应该有知情权。他从一进门便认定我是他的夫君，而我却瞒着他写下这一封放弃书，对他未免太不尊重了。我想拿回这封放弃书给销毁了，即便日后我的病治不好，对他今后的去处与安排，我都应该亲自与他商量。放弃书在书房，你待会儿随我去拿。哎，我分明记得将放弃书放在抽屉里的呀，怎的会不见了呢？祖父，您仔细想一想，放弃书是收在抽屉里吗？一儿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封信是放在家训里。院子里没有家训。谁动了书房的书？公爷，大老爷今日来书房找您，瞧见小的在搬书，他便拿走了2本书。吴七赵沈氏清谈亲戚，怡儿给他媳妇儿的信，怎的会在老爷子的书里？莫不是怡儿将信函遗落在哪里，被老爷子给捡去了？既然是怡儿写给谭儿的，待会让人送去给怡儿。二奶奶，父亲、母亲，儿媳得到了医圣仲元的消息，他目前在北齐随州，我们已经安排人前往随州，应该要不了多久便会传来好消息。你是说找到仲元了？唯一能给怡儿治病的那个仲元？正是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儿媳妇儿，这是怡儿写给你的，落在一本书里被我拿回来了，你正好来了，便给你带回去。二爷，您来了。父亲、母亲，父亲，您今日在祖父书房拿了一本家训吗？拿了。您看见书里的信函了吗？怡儿，那封信若是落在你妻子手里，会有什么妨碍吗？您把信给谭儿了。二奶奶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可是出了什么事儿？我只是看到信，想到一些难过的事儿。你们二奶奶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在屋里。谭儿，你别生气。不会生气啊，我和未来的夫君都很感激二爷一直以来的照顾呢。我们大婚那日出了事儿，二爷原来可以不管我，可您接纳了我，平日里待我温柔体贴，从来不曾对我冷脸冷语，在外头也是处处维护我，就连手里的产业也全都交给我打脸，给了我应有的尊重。您甚至连我今后的去路也给一并安排好了，不用留在国公府蹉跎一生，也不会受我那二妹妹、二妹夫的欺负。我很满足了，比我之前想的好太多太多。二爷，您对我的恩情，我怕是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今后我们一家3口会上门来谢恩的。我不是。二爷，我不是侯府的女儿，亲人不知能不能找到，算得上是一个孤女。您知道的，自古以来，朱门对朱门，寒门对寒门。不然您给我安排一个新身份，您的远房表妹如何？若是有大太太为我保媒，我应该可以再嫁个很不错的。别说了，谭儿，不要再说了。你方才对我说那些话时，我听在心里很难受，在那一刻体会到你看到的这封信函的心情。谭儿，对不起。二爷是要反悔了吗？是，我自为是的认为这样做才是对你好，可我后悔了，早便后悔了，打算去找祖父拿回来销毁，当作无事发生。可这封信函仍旧是到了你的手里。你找到了仲元，他会治好我的病，你这一辈子只会是我的妻子，我孩子的母亲。二爷的话就像那6月的天，说变就变了。这封信函我先收着，若是二爷再有反悔的时候，不必再重新写一封。夫人，我写这封信函之后，身子骨便越来越差了，可见他有些晦气，不能再留。若是再有下一回，我便乖乖照着二爷说的做，算是全了我们之间的情谊。我很珍惜这一段姻缘。怎么会？母亲分明说是可以生子，也可以安胎的。郎中说这是民间的偏方，有人运气好，吃了会没事，有的人吃了，孩子会没了。郎中还说，若是吃了药，生的是儿子，不过是碰巧而已。庸医，那是个庸医！我的孩子在肚子里呢，怎么可能会没了？三奶奶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好妈妈，我的孩子没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没有这个孩子，老太太不会再疼爱我，婆母会搓磨我，夫君只怕更会嫌
青台来了。秦叔，这位是顾老板，这位是成安侯府嫡长女赵国公府二奶奶，也是秦氏商行二东家。顾老板。二东家久仰大名。顾老板，您认识这只手镯？这是我爹娘所赠，工艺精巧，可见他们很疼爱我。是啊，你的爹娘很疼爱你。晌午了，一起吃个饭。好，你尽管点，不必客气。客随主便，您点吧。唐儿，我有话要与你说。先回屋，我也有话与你说。顾宗慈见到我的手镯，有一瞬间失态，还说我有些面善。我的身世应该与顾家有关，但他们不愿意认我。他是想保护你，等时机合适自会认你。我推测，你应是镇北王府的人。顾老板是凉州人士，家在凉州城。顾老板有个妹妹，自小在凉州调理身体，后嫁去凉州。她所嫁之人是不是镇北王？谭儿，找到你的父亲了。你猜的不错，你的父亲就是镇北王。他也得了你的消息，来了京城。我现在带你去见他。舅舅告诉我，您喜欢芝麻馅的汤圆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您尝尝看。好，我尝一尝，好吃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汤圆。您喜欢，下回我再给您做。这14年我没有受委屈，过得很好。你过得好不好，爹爹心里有数。成安侯夫妻自私薄情，不过是将你当作谋取利益的工具。你本是掌上明珠，该千娇万宠长大，何须他们自作多情抚养？他们弄丢亲生女儿，强抢你回府，找回亲女后，作践你，实在罪该万死。爹爹无用，没能保护好你，让我们骨肉生离。你们一家子来世安堂是有事儿吧？我看见你们个个神色严肃，心里头发慌。说吧，究竟为了什么事？母亲，这事儿是一桩好事吧？今儿个是来报喜，镇北王大胜归来，现已抵达京城。这事儿和咱们有关系吗？当然有，我们家与镇北王是姻亲。姻亲？谭儿是镇北王的亲生女儿。我说呢，一窝子傣族怎么能长出一根好笋？原来谭儿压根儿不是承恩侯的女儿。谭儿，你等等，我有几句话要与你说。二嫂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当初是承恩侯逼迫我娶娶沈明珠，不答应换亲，他们就会设计你身败名裂。我在府里没有话事权，帮不了你，为了保护你才妥协。说完了吗？抛弃你非我所愿，我错了，不求你原谅，但我会让欺辱你的人付出代价，包括沈明珠。你还记得当年在我这里借走的史记吗？有位武将在两国交战时，为求将帅之位，亲手斩杀敌国出生的妻子，以表忠心。他虽大败敌军，君主却始终不肯重用。你可知缘由？君主没有容人之度量，忌惮他。君主的确忌惮他，他为了权势杀了同甘共苦的妻子，如此自私薄情之人，君主如何敢重用？赵觉，你今日所求，全是自己亲手丢掉的。皇上，臣父今日敲登文谷，状告不孝之子沈文贤为抢夺爵位，与沈刘氏合谋买通山匪，杀害兄嫂。沈文贤犯下累累罪行，有负皇恩。臣父恳请皇上褫夺其爵位，依法严惩。冤枉啊，皇上！微臣是被冤枉的。臣一向亲近大哥，听闻他回京任职，亲自去迎接，差点丢了性命。这份心意怎会是谋害罪证？皇上，我身为恒儿神母，怜惜他襁褓失亲，待他视如己出，宁可委屈亲生儿女，也不愿他受半点委屈。我从不邀功抱怨，只求家宅和睦，怎会参与谋害？哼！你捧杀恒儿，将他养废，夺他看中的姑娘给沈文贤做妾，还设计污蔑他与柳之鱼有染。若非恒儿警觉，早已身败名裂。你的大恩大德，列祖列宗都不敢忘。你可有证人
证明沈文贤谋害沈文玄。臣父有证人。参见皇上，草民手里的信件可证实陈恩侯买通山匪谋害亲兄嫂。沈文贤，你可还有话要说？依照大周律法，残害亲眷者罪无可赦。沈文贤、沈刘氏合谋残害亲眷，判流放极边，家产充公，以儆效尤。娘，儿子错了，求求您收回送状，饶儿子一命。大哥已然不在，您难道要再白发人送黑发人吗？我是冤枉的，侯爷杀兄嫂一事我全然不知，求求您放我一马，我定会好好善待恒儿，为兄嫂赎罪。你们惜自己的命，却不把旁人的命当命。买凶谋害兄嫂时，可有想过他们求你们高抬贵手，放一条生路？觉儿，这段日子你经历不少波折，如今得到镇北王的赏识，你便要谦逊些，把握住这个机会。我就说嘛！闭嘴！圣旨到，沈清谈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北王忠心尽职，屡立战功，今寻回其嫡女，特册封为嘉禾郡主。钦此。臣父领旨，谢主隆恩。怎么会？沈清谈怎是镇北王女儿？二太太，你怎么了？三奶奶，奴婢打听到一个消息，镇北王告发侯爷与夫人偷拐二奶奶，如今张榜贴在京城大街小巷，警醒世人。你说什么？夫人认罪了，承认是她掳走了二奶奶。不可能。还有，老夫人状告侯爷与夫人谋害兄嫂，他们被判了流放极边。师傅，为何殿内会有蒜臭的异味？施主，山里虫蛇多，其他香客受到惊吓，便在寺里各个角落里放了药粉驱虫。药粉？什么药粉？贫僧不太清楚，寺里放的药粉不会伤害到施主们，您大可放心。施主，药粉放了有4、5日，至今没有施主的身体出现不适。这样啊，这是雄黄。二爷，你的身体可有不适？我们去疗房歇着，请府医来给你诊脉。刘月，你快去请府医。是姑娘。二爷，喝点水。二爷，老太太，二爷在寺里出事了。母亲，您别急，华林寺的佛祖向来灵验，侄儿与侄媳妇去过一回。好几个月过去了，侄儿只病了1次，不像以往那般大病小病不断。如今天热，华林寺又高，说不定是中了暑气。我不是来找刘月，我听到一个消息，你们二爷在寺里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你们二爷在寺里发病，干事救不回来了。我说的是实情，没胆拿这种事来寻国公府的晦气。佛祖保佑，快去，请公爷一同去华林寺。你是知情者，随我们一块去华林寺。你们二爷二奶奶呢？二爷累了，歇下了。二奶奶在一旁守着。你娘寻上门，说是你们二爷出事了，还说不想你被害。寺里都在传你们二爷发病了，方才屋里也传出哭声，你还敢欺瞒公爷？让开！若是耽误二郎的救治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二郎之前身子一直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病倒？你跑去国公府报信，消息比谁都快，还说有人要伤害你女儿。她在二奶奶身边当差，谁敢不长眼的害她？莫非是你害了二郎？不是我，是雄黄。难怪我闻到屋子里有怪味儿，原来是雄黄。寺庙里怎的会有雄黄？知客僧说寺里蚊虫和蛇很多，点了雄黄驱虫。哼，寺里从来便不会撒雄黄，更别说是点雄黄。我们一路走来，便不见别的地方有雄黄，只有你们住的疗房有。侄媳妇儿，你不解释解释，
雄黄是寺里点的，用来驱虫。雄黄有轻微的毒，我们并无妨碍。二爷病发与雄黄无关，他是府里人人都知，二娘的病闻不得雄黄的气息，否则会引他发病。侄媳妇儿，你身为二娘的枕边人，不会不知吧？二爷不是因着雄黄病发，他是吃了药的缘故。你还要狡辩？二郎日日都在服药，往日平安无事，偏偏今日出事。你身边的刘月前些日子刚回了娘家吧？难怪刘月母亲能提前知晓二郎发病，原来是你指使刘月借探病之名回乡，暗中收买人在疗房放置雄黄，加害二郎。刘月母亲怕事情败露，女儿获罪，特地赶去国公府求助。只要二郎平安，刘月便可保命。你如今贵为郡主，嫌弃二郎体弱多病，便想害他性命，另寻良配是吗？刘月娘，你为我说句公道话，我可有伙同刘月谋害二爷？你仔细想清楚了再说。公爷与老太太很公正仁善，你若是遭人威逼利诱，他们会开个恩典，不会动你，更不会动你的家人。二太太使银子买通我，让我这么诬陷二奶奶。二奶奶待我家不薄，知道当家的腿折了，几十年的身眼不眨的给了，我咋能黑心的诬陷二奶奶呢？这是二太太给的银子。你撒谎！我何时买通你的？你和沈清潭是一伙的，故意诬陷我。父亲母亲，我是被冤枉的。他男人的腿没受伤，刘月心里没有鬼，为何要说他爹的腿受伤了，告假去探病？当家的腿是受伤了。公爷，刘月爹的腿折了，一直不见好。二奶奶开恩，吩咐我去给他治了腿。闭嘴！刘月爹的腿折没折，一查便知。府医没必要撒谎。对外说的几种能引发疑儿病症的，不过是混淆视听罢了。真正的影子说出来，旁人岂不是想害他，便能轻而易举害了他？二婶，我方才说二爷是吃了药，方才身子骨不适，您不听我的解释，执意咬定是我用雄黄谋害他。原来是你要害他，嫁祸于我。祖父，莫非雄黄不会引发二爷的病症？二婶这般歹毒的手段，二爷恐怕……请祖父给孙媳和二爷一个交代。二房从族谱摘除吧。父亲，你将我们二房移除族谱，这是要断了我们的根啊！我是被沈清堂陷害的，他故意让二郎装病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知悔改，一味的把过错推到别人身上。怡儿媳妇从始至终都没有欺骗你，如实告诉你，怡儿是吃了药导致身子骨虚弱，是你要谋害怡儿，见她身子骨虚弱，便以为怡儿中了你的计谋。诬陷怡儿媳妇谋害他，只是将你们移除族谱，便已经是手下留情。若是传到皇上的耳朵里，你们一个个都逃不掉。来人！谭儿，今日老二一房让你和印儿遭罪了，属于二房的那一份便留给你和印儿。多谢祖母。这一封信是秦老板派人送来的。我寻思是生意上的事儿，不急着那一时半会儿，便没当时给你。找到众元了，二爷，他们准备带众元回京城给你治病，信寄出来时便已出发，应该很快便会进京。你的病能好起来了。多谢先生千里赶来，我夫君身中顽毒，性命垂危，还请先生出手相救。我自当尽力。扶他过来，能治。当真？毒已入骨，但尚有救治之机。备一间清净房间，我今日便为他解毒。陈院使，我夫君情况如何？仲元在里面等你，你亲自问他。解毒很顺利，已无大碍，只是病了多年，身子亏空，需一段时间调养。醒了，怡儿醒了。怡儿，你身子如何？疼不疼？不疼，全好了。好了就好，好了就好。夫人，香囊绣好了吗？你就想问我这个？我想知道我可有食言？没有食言，你答应过我的事情，向来是说到做到。二奶奶，奴婢听说二太太瘫在床上，三奶奶变着法子搓磨她，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三爷结识了一个孤女，名唤月娘，自称家资丰厚，
三爷为求娶她，变卖田产做聘礼，对三奶奶说在外头置办了小院，让她独自搬去静养。他们一家可真是热闹。赵觉，你把我关在别院，原来是为了停妻再娶，要么让他走，要么让他做妾，要么我们去见官。三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月娘，他不敬长辈，犯了七出，我已休了他，他不肯罢休，一直对我纠缠不休。逆子，你不能娶她！这女人根本不是什么世家孤女，是江湖上专骗才师的骗女。不可能！月娘知书达理，懂世家规矩，识得真皇玉器，怎么可能是骗女？她能助我翻身，今日我非娶不可！阿疼，我肚子好疼，孩子，救救我的孩子！小娘子仅有1个多月身孕，动了胎气，有小产迹象，很难保住。你之前的孩子早没了，为稳固地位，假装有孕，我要休了你。三爷，我怀着你的孩子，你不能休我。哼，沈明珠，我的孩子不需要愚蠢恶毒的母亲，从今往后，你我恩断义绝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若不是你抢占我的身份，我在侯府长大，赵觉不会嫌我没背景没陪嫁，他怎会为了一个骗女害我的孩子？他不是嫌你没背景，是他自己贪利心切，想走捷径翻身，才被骗女蒙蔽。二老爷查清了月娘的底细，是他自己听不进去，执迷不悟。他为了讨好月娘，不仅要休你，还偷偷变卖3房祖产，甚至想挪用家族公银给月娘的置宅院。他的翻身梦不过是骗女设的局。月娘，我把沈明珠处理好了，她不会再来纠缠我。今日是我们大喜之日，我来接你回家。三爷，我不想妨碍你的前程，你走吧。三爷，你别拦了，他根本不是要跟你断缘分，是要卷着你的钱跑路。你心心念念的陪嫁，全是他编的谎话。他就是看中你想翻身的贪念，看中赵家的产业，才故意骗你。别拆穿了他。可你呢？为了你的翻身梦，休妻弃子，变卖祖产，就是个被贪念蒙蔽双眼的傻子。二爷，你今日身体感觉如何？已经无碍了，檀儿，谢谢你。二爷为何谢我？以前我觉得生死有命，对病情不甚在意，但你如光照进我生活，自此我渴望痊愈。我想守着你，看你笑，听你言，与你相伴，便觉得是幸事。二爷，遇到你，亦是我之幸。老二媳妇私底下串通娘家弟弟，借国公府名义收受贿赂，还开赌坊造赝品卖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国公府也没好果子吃。我先派人查清老二媳妇的事，再递请罪和请辞折子给皇上。二房罄竹难书，天家已格外开恩，如今还有这么大篓子，我没脸再求天家开恩，当真是冤孽。这别院怎在你手里？你用什么手段威胁沈清潭？三爷，你当年班师回朝，救我回京，许诺我一生一世，我当真了。可你背弃诺言，抛弃我，舍弃孩子，我一无所有，连这容身之地都是沈清潭施舍的。贱人，你要做什么？赵觉，你挪用家族资产，贪占公银，证据确凿，跟我们走一趟接受查办。别动，别动！是你告发我的。我得不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你害我半生凄惨，自然该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不许闹，小心扎到手。儿子随你这般调皮。镇北王来信说想接我们去凉州小住，要不要去看看？都听你的，等处理完府中事务，陪你好好逛逛。凉州的春天是不是比京城更开阔？风里都带着草原的气息。听说那里天地辽阔，漫山都是青草与野花，比京城自在。你若是喜欢，我们多住些日子也无妨。
二爷，有时候我看着眼前这一切，觉得像做梦一样。有你，有孩子，有平静安稳的日子，真好。不是梦，从前的风雨与错磨都已经彻底过去了。你想去哪里，我便陪你去哪里；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，我便给你什么样的日子。有你们在，便是最好的日子。